没有坦克，没有导弹，连亚尔斯导弹这种往年的压轴装备也没亮相。那这样的红场阅兵还能称得上是让人瞩目的胜利日庆典吗？5月9号呢，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阅兵，只是规模呢比往年缩水了不少。不过呀，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格外抢眼，朝鲜人民军方队反倒是抢走了所有的焦点。这是朝鲜军人呢第一次以徒步方队的形式走过红场，也是今年阅兵唯一的外国军方队。那么今年的红场阅兵为啥如此寒酸呢？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早在4月27号，当时的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对外说明说，今年呀不是这个逢5逢10的重要纪念年份，所以呢阅兵规模呢会相应的缩减啊。之后呢，俄国防部呢进一步明确，考虑到当前的这个作战态势，决定取消地面重型装备方队啊。这也是2008年俄罗斯恢复红场装备展示以来，近20年来这个第一次没有坦克导弹驶过红场。那除此之外，像这个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学员方队也被取消了。那么观礼嘉宾呢，从往年的数千人就缩减到了几百人，阅兵时长也明显的缩短。空中的展示部分呢，倒是保留了下来，像俄罗斯的这个勇士雨燕这个飞行表演队分别驾驶苏30和米格29战机，飞越红场。最后苏25强尼机编队呢，像往年一样拉出这个红蓝白3色的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国旗的彩烟，为空中展示收尾。那么安保方面呢，则做到了极致。你看，莫斯科呢，从这个5月5号起呢，就限制了部分地区的互联网的连接，防范无人机的袭击。联邦卫队的装甲车呢，在市中心巡逻，红场四周也架起了大量的这个围栏多条的道路呢就被封锁了。朝鲜方队的出现，成了这个整场阅兵最醒目的亮点了。俄罗斯媒体呢直播的时候呢，就给这支方队长达24秒的特写呀，战士们这个步伐整齐，军姿挺拔，这个气势一点不比俄罗斯的任何一支队伍差。阅兵播音员在解说时特意提到了，说朝鲜士兵曾和俄军并肩作战，为收复库尔斯克州立下了重大功劳。那这个话绝对不是客套话。在2024年8月，乌克兰军队的突袭库尔斯克之后呢，朝鲜根据两国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第4条，就是一方遭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呢提供这个军事援助，派出特种部队前往俄罗斯参战。据韩国方面估算，朝鲜呢先后投入的兵力超过1万人。在2025年的4月，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正式汇报说，朝鲜军人和俄军一起在库尔斯克执行作战任务，就成功击退乌军。除此之外，朝鲜还派出了大约1000名的工兵参与到当地的这个排雷的工作。之后朝鲜呢也首次公开的承认出兵。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声明称，说这次行动彰显了这个朝俄两国巩固的战斗友谊。那今年的4月底呢，平壤建成的海外军事作战功勋纪念馆的墙上刻着大约2400名阵亡者的名字，能看得出朝鲜为这次的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实俄罗斯呢在这场精简到极致的阅兵当中，特意给朝方的方队这个留了位置，用意就很明显，是吧？今年阅兵呢还安排了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士兵的方队和这个朝鲜的方队前后呼应。一边是自己的这个军队，一边是真正上过战场的盟友。就在2周前，也就是4月26号，朝鲜的海外军事作战功勋纪念馆在平壤举行竣工典礼，俄罗斯就派出了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和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出席，这个规格相当高了。别罗乌索夫呢亲自为参战的朝鲜官兵颁发勇气勋章，这个沃洛金呢也承诺说，俄方永远不会忘记在库尔斯克牺牲的朝鲜英雄。双方呢还讨论了一份2027年至2031年的5年期的军事合作计划。那如今朝鲜方队登上红场，算是这个俄罗斯的一次回礼，两国之间形成这种实实在在的礼尚往来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节目